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朋友下楼时扭到了脚，我顺路帮他送了一单外卖，可我没想到背后的结果会是老公和小三厮混时的避孕套是我亲自送的。一向温柔爱我的老公出轨的事实，我还没完全消化，我就又发现了一个新秘密。我老公不是什么月薪4500，连房租都快要承担不起的穷小子。他打工的公司其实是他家的分公司，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过年放假当天，开成人用品店的好友林双说她下楼扭到了脚，让我帮她送单外卖。收货地址在离我家不远的高档小区，正好顺路。临走时我迟疑了一阵，视线落在摆满商品的货架上。林双看出我眼里的迟疑，从上面快速拿下几盒塞进我包里，当作你帮我忙的犒劳费。我和秦凡日子过得拮据，每月除去房贷、车贷、水电费，剩下的钱不多。可我和秦凡结婚不过大半年，还正是一点就着的时候，这种东西消耗大，为了省钱，平常都是买打折促销的款，便宜没好货，用了我身体也不舒服。昨晚结束的时候，我数了数，剩下的不多。林双这几盒正好给我解了围，可让好友知道我现在连避孕套都买不起，多少面上还是有点挂不住。可林双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感觉到很奇怪，这家经常买我的东西，可这次变了收货的电话号码。我刚刚输入一看，你猜怎么着？我还沉浸在丢脸之中。林双见我沉默，压低声音说：“是秦凡的。我上次去送货，还在楼下看到了秦凡的车，当时我以为他是去谈生意了，就没和你说。但现在想想，以后你多注意一下，希望是我多心了。”我拿着货品，反复看了几遍订单电话，确实是我老公的。可秦凡一周有4天都给我交了公粮，他哪里还有力气去找别人？更何况这是个高档小区，房价是我们小区的5倍。秦凡一个月薪4500的打工仔，怎么可能和这里的人扯上关系？我宁愿相信这是无意间写错的电话号码。可当我心事重重地敲开门之后，我又傻眼了。我看到了一张我无比熟悉的脸，是我老公的小青梅于念念。可秦凡前段时间还说他出了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透过打开的门缝，我看到于念念家里的装修，一看就是长期居住的样子。我的大脑又乱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听到房间里又传出略显耳熟的催促声：“念念，还没拿到吗？快点进来，我给你表演一个我的个人才艺，保证你喜欢。”声音和秦凡在床上时的发出的声音很像。于念念对着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我知道你是谁，不过现在我没空和你闲聊，有什么疑问，你可以留着下次来的时候再问我。”说完他就关上了门，将里面男欢女爱的声音阻隔在外。我没有证据，不敢贸然闯进去，只能等秦凡回家的时候多细心留意。回去的路上，我浑浑噩噩地想，老公只是个普通小职员，住不起这种房子，他绝对不可能出轨。可下一秒，我刚走到高档小区的门口，就看到我老公的亲弟弟秦之遥开着豪车停在我面前，他依旧是一副玩味的模样。嫂子，你终于意识到我哥是个富二代，愿意花他的钱从你那老破小搬出来了。富二代这个词汇传入我耳朵的时候，我只觉得陌生。秦凡在我面前只是个买卷卫生纸都要货比3家，只为多省下几毛钱的人。和他在一起，
我们1块钱恨不得掰成2块钱花，每天下班累个半死，还要定个闹钟，在半梦半醒间冲到超市抢减价的菜。现在有人开着豪车告诉我他是富二代，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我和秦凡相亲认识，他老实本分又顾家，对我又温柔细心，所以我心甘情愿和他闪婚了。日子过成这样，我也不觉得辛苦，毕竟买房是我们2个人的事，生活也是我们2个人的事。再一个，秦凡每天都对我表现出的痴迷和眷恋，都让我觉得他没我不行。可今天接二连三的发生变故，我不由得去想，平日里温柔体贴的秦凡究竟是真的还是只是他的伪装。秦之遥见我不说话，又发出一阵爽朗的笑，看你这模样，该不会是我哥还没告诉你实情吧？可我最近听说我哥在这里买的房子里住了人，我以为你们说开了，还特意跑过来恭喜你们搬家。既然你不知道，那这段时间住在那房子里的人是谁？秦之遥似乎知道所有实情，一直以一副玩味的模样盯着我看。他和秦凡不和我是知道的，当初在我和秦凡的婚宴上，他们2个差点打起来，后来秦凡拒绝我和他有任何联系。现在秦之遥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可以让秦凡出丑的机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恨不得我现在就和秦凡打起来，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不过也确实如此，我可以陪秦凡吃苦，陪他一点点把日子过好，但我没法容忍他对我的欺骗，以及他出轨的事实。老公和小三厮混时的避孕套是我亲自送的，这是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可笑愚蠢。我握紧拳头，面前的秦之遥也没好到哪里去，他憋了这么长时间，怕是就等着现在。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哪里的找到的我的行踪，但我清楚，在他面前把事情闹大对我没什么好处。秦之遥这个人城府更深，也更危险。我强忍着怒火回了家，随后将家里有关秦凡的东西翻了一遍。他做的实在隐蔽，好像就是为了防止我发现他有钱的事实一样。我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秦凡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3个小时后了。他看起来心情不错，一进门就笑着抱住沙发上的我。忙了1年，终于可以放假好好休息了。你今天有没有买防护用品？年末公司忙，前段时间都没怎么和你相处。今天我们好好谈谈心。我胃里一阵翻涌，只觉得他现在的模样恶心又油腻。我忍着不适，一把推开他，嘲讽似的问他：秦凡，背着我和于念念搞在一起的感觉，是不是特别让你开心呀？秦凡的瞳孔瞬间放大，随后干笑着说：老婆，你胡说什么呢？我抬高了声音：我要和你离婚。你费了那么大心思编造一个假身份，让我和你挤在这里吃苦，转身去了高档小区，在外面养着小情人，你恶不恶心？被我戳中心思的秦凡烦躁起来。我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刚认识那阵，你喝个奶茶都要点30块一杯的，你就是个捞女。我隐藏身份也只是为了帮助你改掉恶习。你现在这么勤俭持家，这副贤妻良母的模样都得归功于我，你应该感谢我。再一个，我又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是你自己不争气，每个月都要花超预算，你这样我怎么放心？够了，我实在听不下去，怒吼着打断他。我就是被你这副笑面虎的模样欺骗了，被我戳穿了，就立马露出自己的不堪的真面目了。那好，我们离婚，趁着民政局还没放假，立马离婚。秦凡在狭小的客厅里走了几个来回，他这次真的气得不轻，气急败坏的模样和之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他是一个掌控欲极强的人，可现在事情的走向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他拿我没办法，只能不服输地说：行，离婚可以，但我的钱你别想拿走一分。至于这个房子，我可以慷慨地送给你。慷慨，首付我付了一大半，后面每个月的房贷大部分也都是我出的。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舔着脸说出这种话的。他做好了我会回头求他的准备。像你这种捞女，要是真进了我家门，不知道会把我家祸害成什么样。我早晚都会和你离婚。真要离呀？林双坐在我面前，一副尴尬到不知所措的模样。经过一晚上的思考，我已经静下来了。你让我帮你送东西，应该不是单纯的脚崴了以及我顺路吧？你还知道什么？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林双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他心里也过意不去。其实在几天前，秦之遥来找过我一次，当时他就把秦凡出轨的事情告诉我了。但是我知道，以你的性格，如果不让你亲眼见到，你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所以我就联合他演了这么一出戏。不过我是真不知道他是富二代，我只知道他出轨。现在再论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不管是出轨还是瞒着我他是富二代的真相，哪一个都证明了他不是真的爱我，他对我充满了欺骗。我和他之间这婚必须得离。我强压住心里的愤怒。你还知道些什么事？现在都可以告诉我了。林双摇摇头，没什么了。我和他们两个也不熟。不过秦之遥突然间这个时候找上门来，不知道是想耍什么花招，你也要小心点才行。我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我和秦凡买的那套房子，我是不想再回去了。我想的是离婚前就把这套房子给卖掉，然后我和他各拿一半，属于他的我也不会多要一分。反正他那点东西，我回家一趟就有了，我也不稀罕。在看清了他的为人之后，我只想和他快点划清界限，再也不会要联系的好。我决定在离婚之前都住在林双家。秦凡认回了自己富二代的身份之后，也不开着他几万块的破面包车，穿着地摊上淘来的破衣服了。离婚当天，他穿着金贵，开着豪车出现在我面前。在车的副驾驶上，我看到了他的小青梅于念念。在秦凡看不到的地方，于念念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我想他等这天也等了很久了。秦凡真的是眼下的彻底，身边有他这么一个捞女却看不到，我还真要打心底里祝福他们。我祝他们永远锁死，不要再出来祸害别人。下车之后靠在车门上，满带讽刺意味的意味深长地说，离开我将会是你这辈子做过最错误的决定。如果你能经受得住我的考验，1年之后你也能享受这种高贵的生活了。要怪就怪你自己太过贪心，又没有耐心。看你最近的表现，我越来越觉得之前瞒着你，对你进行考验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真不知道他这副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我冲着他翻了个白眼，不经意间露出我的卡地亚限量版耳环。哪里来的土包子？他也看到了。你没必要在我面前装这些。你有多少钱，我心里很清楚。带着地摊上淘来的假货来撑脸面，也太丢人了。不过看在我们两个夫妻一场的份上，离婚之后那套房子的分割可以我4你6。那套房子本就不值钱，算来算去，它就等同于多给了我7万块钱。可他还觉得像给了我什么天大的好处一样。我愈发觉得秦凡恶心至极，我再也不想和他多待。要离婚就快点，我赶时间。我对他的嫌弃溢于言表，可他只当我是气急败坏，
为了防止他在我面前继续装逼，说完之后，我就没有任何犹豫的转身进了民政局。不过半小时，我和秦凡又重新走了出来。于念念看到我们之后，就忍不住走了上来。她一把抓住秦凡的手，小心翼翼地询问：“离了吗？”我被秦凡欺骗了这么久，现在可一点都不想让他好过，所以在他开口之前，我抢先一步说：“没离。”于念念瞬间就慌了，刚才小白花一样的她变得暴怒起来：“怎么能没离婚呢？你不是一直说要离婚的吗？秦凡，你是不是在骗我？你不是说你和他离婚之后就会和我在一起吗？前几天你还和我说她是个捞女呢，怎么到现在却不离婚了？”最后他猛地想到什么，不可置信的尖声说：“你该不会是对她这个捞女念念不忘吧？”秦凡被他吼得心烦意乱，忍不住抬高了声音说：“离婚冷静期。”于念念这才反应过来，猛地收敛起自己的脾气，又恢复了刚才小鸟依人的模样。他顺势依偎进秦凡的怀里：“我就知道，你怎么可能会对这个女人念念不忘呢？你都答应过我的，会和我在一起，一定不会骗我的，对吧？”他说的温柔，可是眼里却满是掠夺的渴望。她这种女人可最是心狠手辣，可秦凡这个抠门货偏要认为她是那个可以陪着他吃苦、经受得住考验的女人。将来要是发生了什么，这都怪不得谁，这是他罪有应得。秦凡故意要在我面前和他秀恩爱，没错，到时候我要给你一场世纪婚礼。我冷笑一声，秦凡以为我是吃醋了，正准备挖苦我一番，就看到我上了一辆豪车，这是限量版，一个轮胎恐怕就能买他一辆车。秦凡的眼睛亮了亮，随后猛地冲上来，怒不可遏地质问我：“你从哪里来的？你他妈还没好好离婚呢，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抱上别人的大腿了？你就这么喜欢陪老男人睡觉？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个捞女这么贱呢？”我掰开他的手：“请你放尊重点，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是个喜欢婚内出轨的废物？这辆车是我自己的，你别以为全世界的豪门只有你一家，简直愚蠢又可笑。”车里坐着的司机看到他一直拦着我，也看不下去了，下车将他拉到了一边，随后护送着我上了车。随后在秦凡和于念念疑惑的目光注视下，开车带我离开了这里。既然秦凡这么喜欢找茬，那我就奉陪到底。他们喜欢玩，我也绝对不会怕事。秦凡敢怎么伤害我，我迟早都要讨回来。我刚从民政局回到林双那里，我哥就找上门来了。当初他一直想办法拦着我和秦凡结婚，可我始终相信秦凡是个好人。他虽然贫穷，但却吃苦耐劳，对我也温柔，每次都像是离开了我就没法活的模样。所以我愿意陪他吃苦，愿意放下家里的一切，和他白手起家。现在我哥突然找上门来，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我认定的人，我选择的人，居然把我骗得这么惨。早知道这样，我应该听他的话。我以为我哥会像之前一样说教我，谁知他只是看了眼我背着的名牌包，终于又愿意用我给你买的东西了。我有些尴尬，今天为了撑场面，用了不少我哥处送我的礼物。当初离婚的时候，我还信誓旦旦地说，我自己白手起家也能做出一个大公司来。可现在，我身后还是空无一物。可接下来，他什么责怪我的话都没说，他只是进来扫视了一圈屋里的环境，随后说，如果现在还不想回家的话，先去我给你买的房子吧，这里面积太小，住着不方便。他都把台阶搬到我面前了，我哪里还有不走的道理？我应了一声，立马就收拾东西，给林双发了条信息，
搬离了这里。谁知在路过高档小区的时候，又看到了秦凡和于念念在转角处卿卿我我。于念念坐在车前，两个正毫不在乎地当众接吻。我哥是知道秦凡这个人的，非常不耐烦地按了几下喇叭来催促他。秦凡被吓了一大跳，立马放开了于念念。随后他一脸愠怒地抬起头，正和我四目相对。秦凡看清我的脸之后，瞬间露出一个嘲讽的笑。这就是你傍的大款。我哥他的脸都黑了，我握住他的手腕，示意他不要和傻子计较。现在就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未免太便宜他了。我要让秦凡再嘚瑟一段时间，飞得越高，摔得越惨。回去的路上，我哥忍了好几次，最后才勉强平复好自己的心情，对我说：“我们最近和秦家有合作，虽然这个合作不怎么样，但是本来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想认下这个合同的。可现在看来，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我非常不解，在秦凡的身份曝光之后，我就已经了解过了。我知道的信息，秦家实在算不上什么好的合作伙伴，并且他在我面前一直假装贫穷。你们就算和他合作了，给他带来利益，多余的好处也落不到我身上，所以你们何必要吃亏呢？我哥沉默了一阵，原本想的是，如果多给他送点好处，或许他就装不下去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我。我越发觉得当初看上秦凡的我实在是令人无语。我拿真心送给他，可到最后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不过好在家人依旧是我坚强的后盾，从今往后，所有男人都得靠边站。我要以事业为重。我深吸一口气，那就取消和他们的合作吧。既然他这么有钱，那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凭借一己之力让公司起死回生。我哥说，就凭他，这辈子都不可能。你应该知道他有一个弟弟叫秦之遥吧？我点头。这件事之所以被我知道，秦之遥可是在中间帮了不少忙。我哥告诉我，秦之遥是秦凡同父异母的弟弟。秦凡的母亲家境不错，和秦家又有着各种各样的合作，但是秦之遥身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只有一个靠美色示人的母亲，所以公司到最后肯定是要交给秦凡的。也正因此，秦之遥才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掉秦凡。秦之遥是个有野心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不妨和他合作。反正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样秦凡以后只会更惨。听我哥说，和秦家取消合同的第一天，秦凡我父亲就带着他找上门来了。秦凡在我哥面前恭敬地陪笑好一阵，谁知抬起头后，却瞬间愣在了那里。秦凡是见过我哥的，就在他说我是捞女的时候，我哥直勾勾地盯着他。这次我选择撤销合作，并非是偶然，而是因为秦大公子，他把我当成了不学无术的小白脸。既然我不学无术，那我就没办法再参与合作了。秦城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垮了，他回过头瞪了秦凡一眼，说：“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让小凡向你道歉，我哥要为我报仇，自然不会松口。”秦凡担心，如果自己把这件事情搞砸的话，秦城会惩罚他，所以他又开始口不择言，想着把错都推到我身上。你误会我了，陆总，是因为您昨天带着的那个女人，她是我的妻子，她是个捞女，她现在还没和我离婚呢，她就坐到了你的车上。我是对着她发脾气呢，不是对着你。如果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误会的话，我们说开就好了，可千万不要为了她这么个女人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可没想到，她越是这样说，也会适得其反。我哥原本只是表情不好看，此时瞬间就怒了。
你是在质疑我的眼光吗？虽然我哥现在很想把我的真实身份说出来，但是又想到前说过的那些话，他只能硬生生地忍下去。随后让管家把人给赶了出去。没过多久，就听说秦城断了秦凡的所有财路，让他一定要重新拿到和陆家的合同，不然的话就要把他赶出秦家。我倒是不相信秦城能狠下这个心来，说不定也是演戏给别人看的而已。但是断了财路确实是真的。听圈里的朋友说，秦凡深夜买醉，但是到最后却没有钱来买单，被酒吧老板打了出去。随后带着人拿着账单找上门去，把钱给要回来了。秦家这下是丢脸丢到家了。秦城气个半死，秦凡知错不改，又犯下一件错事。他们的公司本就岌岌可危，现在经过秦凡这么一闹，丑闻不断，怕是撑不了多久了。如果再拿不下和陆家的合作，可能就真的要宣布破产了。陆家成了他们最后的退路。可我哥一直闭门不见他们，他们就只能旁敲侧击的来找我哥。这样也正好，可以让秦凡身败名裂的机会来了。在我搜集秦凡出轨和欺骗我的证据的过程中，秦之遥突然找上了门来。我知道他早晚都要来，毕竟他是要和我合作的。像他这样聪明的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是早晚的事。他可不像秦凡一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一见到我之后就摆出了自己的诚意。他将一个 U 盘放到我面前，之前我帮你认清了秦凡的为人，今天顺便让你认清于念念的为人。和聪明人讲话不费劲，我直接挑明了说，那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秦之遥说，这次之后秦家多半会交给我，但是秦家现在破落成这副模样，交给我，我也没办法让他起死回生。可以和陆家的合作，我依旧希望能够进行下去。不过我也不多要，这次的合作我会让利3个百分点。我要的只是让秦家度过这次难关，剩下的我会用自己的实力让秦家继续撑下去。如果你依旧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也可以给你打个欠条，将来我会还清你们这次合作过程中进行投资的损失。合作本就是两方的事，亏损还是盈利都是共同承担的。可秦之遥愿意平分盈利，却把亏损全部都算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单凭这方面来说，秦之遥够心狠，也够有魄力。我倒是有点欣赏他了，多个朋友多条路，更何况他都摆出了曾经帮过我的事实。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帮他，倒显得我过河拆桥。况且帮助秦家对我们家来说，就像是来一场慈善晚宴一样简单。我接过 U 盘，那就提前祝我们合作愉快。离婚冷静期已过，我迫不及待地和秦凡离了婚。他依旧高傲，但此刻却不得不向我低头。你什么时候和陆思年认识的？我满不在乎地回答，从小就认识，有什么问题吗？他深吸了一口气，既然我们已经离婚了，那我们之前的所有事情就都两清。我希望你不要牵扯到秦家，我希望你告诉陆思年，别让他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而取消和秦家的合作。我耸了下肩，这是你和我说没用，我又不管陆家公司的事。秦凡低声下气的在我面前说这么多话，已经是他的极限了。现在又听到我在这里嘲讽他，他强压的怒火瞬间又被点燃。他咬牙切齿地说，如果不是你在他耳边说枕边风，他怎么可能会取消和秦家的合作？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蛇蝎心肠？我们都离婚了，你还要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我劝你最好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不然我就把你是捞女
婚内出轨的事实全部都告诉陆思年，我可一点都不怕他。你不是早就说过了吗？还把他给赶了出去。秦凡被我气个半死，于念念也听不下去了，从车里下来，抓住秦凡的手臂：“你这个贱女人，你就是嫉妒我们，嫉妒我们之前才是真爱，所以才见不得我们好。”他说的话正中秦凡下怀，秦凡连连点头：“没错，我有的是见陆思年的机会。他上次是不信任我，这次只要我拿出证据，他可能会和你分开的。等到那时候，合作肯定会照旧。我看像他一边的于念念，真正的捞女在这里呢。我已经提醒过他，听不听是他的事，只要过了明晚，秦凡就再也没有办法出现在我面前了。到时候，他就等着成为真正的穷小子吧。明天是秦城夫人的生日宴，本来是不想大操大办的，可他们想趁这个机会多寄几张请柬，这样说不定能拉到合作。被邀请的人之中，自然有我的哥哥陆思年，而他也必须得去。他一同意去，秦凡就以为这是陆思年和他交好，愿意合作了，当起小辫子就翘到了天上，让秦城帮他解了卡，出去喝了个昏天黑地。第二天宴会开始的时候，他才晃晃悠悠地进来，身边跟着打扮的跟花一样的于念念。我跟着我哥来的，他老早的被一众大老板堵住交谈了，我就到角落里讨清闲了。谁知我都这么低调了，秦凡还是一眼就看到了我，于念念也是，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地朝我走来。于念念抬着下巴，一副高傲模样。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凡哥也会向外界宣布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强忍着才没有把刚才吃的小蛋糕都吐出来。哦，和我说这些干什么？我一点都不关心。秦凡叹了口气，傲娇地说：“今天陆总也来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的合作又有办法继续了，所以你可以停止你无谓的枕边风了。在陆总眼里，和秦氏合作可比你这个捞女重要多了。如果你现在跪下来求我，说不定我还能在陆总面前多说几句你的好话。”我觉得他脑袋被门挤了。如果陆思年在乎我的话，他为什么会带我一起来这里？秦凡愣了几秒，随后嘴硬说：“谁知道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我也懒得和他计较。”我哥在见到他们两个人将我围堵之后，就忍不住走了过来。秦凡挺直了脊背，最后抬起手向他示意：“陆总，别来无。”他话没有说完，我哥就直接忽视了他，走到了我的身边。我悠悠地说：“哪里来的自来熟？他根本就不认识你好吗？”我哥在我旁边非常给力地点了点头。我是赚足了面子，可是秦凡和于念念可丢尽了脸。离开之前，我哥又说：“我是不会和你合作的，我来这里是有别的事情。”说完，秦之遥也走了过来。我哥对他还算和善，毕竟是他帮助我认清了渣男。我哥甚至主动给他敬了酒，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对秦家这个小三生的儿子敬让3分。只是这一杯酒，他们就都知道秦之遥和陆思年交好，是陆思年看中的人，这是区别于其他所有人的。秦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利益面前，他选择了秦之遥。之遥，好好陪陪陆总。说完，他还白了一眼秦凡。秦凡这下得不偿失，怕是想要在秦家立足也难了。可我给他准备的远不止于此。我哥先是出了他准备的贺礼，并且很给秦之遥面子地说，是作为秦之遥的朋友送的，不是陆家。秦城一个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我哥越说这话，就越是让他觉得我哥是在针对秦凡，所以才选择取消合作，但却又会看在秦之遥的面子上，愿意前来参加宴会。
愿意送礼，在场不妨名流贵士。经过今天这件事，他们更看重的恐怕也是秦之遥。秦凡刚才那副气势凌人的蠢样，已经是深入人心。和秦凡合作，就是和陆家作对，该怎么选，他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所以下半场的时候，很多人都刻意和秦之遥交好，所以这个宴会到最后的赢家是他。秦凡已经被激怒了，他始终认为我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捞女，所以他为了找回自己的店面，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大声嚷嚷，这就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的捞女。她之前和我结婚了，可却因为从我这里拿不到钱，所以要和我离婚。可谁能想到，还在离婚冷静期，她就想办法爬上了陆总的床。像她这样的女人，说的话完全不能信。陆总，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我哥站在我旁边，眯起了眼睛，这是他发怒前的前兆。你说什么？秦之遥唯恐天下不乱。哥，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他们两个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秦凡说，你少在这里假惺惺了，你现在被人捧着很开心吧？我告诉你，你别太洋洋得意了。秦家早晚都是我的，也只能是我的。他怕是喝酒太多，酒精过敏，脑袋里面也长痘痘了。秦之遥压低声音作戏，哥，陆小姐是陆总的亲妹妹。陆思年点头，接着又看向秦凡，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诋毁我的妹妹？还是说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开始用这种有色眼镜看人？我从包里拿出 U 盘，放在我哥面前。哥，我这里有证据，应该可以证明我的清白吧？大屏幕上，秦凡穿着廉价衬衣，开着随时可能会散架的破面包车。他假装贫穷，花着我的钱，却频繁出入高档小区。他和于念念卿卿我我，在从于念念的房间里出来之后，又会变得一副光鲜亮丽的模样。他说我捞女，但我有无数笔账单，家里的大部分开销都是我出的，而他这是个混吃等死的大骗子，还有婚内出轨的认知始终都是他。他和于念念这些年来厮混在一起的次数不少，但是于念念和别人开房的次数也不少。于念念才是名副其实的捞女，她拿着陪别的男人从而获得的钱财，对自己进行包装，包装成了富家千金，然后又给自己安了一个秦凡小青梅的身份，以此勾搭上了他。而他的最终目的，只是想一步步地往上爬，从而实现自己的好美梦。秦凡从来不是他梦想的终点。我哥那里还有于念念发的一些露骨的消息。总而言之，就是他也把我当成了是我哥的陪床，所以他说我这样一个离过婚的女人都可以，他为什么不可以？只要陆思年点头，他什么都可以为陆思年做。最后甚至还有一段秦凡和他在一起的视频，视频中两个人看起来亲密得很。事后于念念问他什么时候和我离婚，秦凡对着我又是一阵辱骂。所有的东西全部播放结束，在场的人鸦雀无声。秦凡气个半死，可他被我哥带来的保镖刚在外面。这段视频刚一放完，恐怕外面用不了多少分钟就会流传开了。所有人都知道秦家出了个会诋毁别人的畜生少爷，还有一个伪装成假千金的捞女。秦凡身后有秦家，所以人们再怎么看不上他，也只会在背地里说。可于念念不一样，他是一个假货，睁眼之间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我事情终于处理完了，非常抱歉占用了大家的时间，不过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快速洗清我身上负面新闻的办法。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太好，可这都是秦凡和于念念逼我的，
况且我们也做好了承担后果的准备。我哥愿意替我收拾烂摊子，所以在众人面面相觑时，我哥又说，这次的合作伙伴陆氏依旧选择秦氏，接下来就麻烦秦之尧先生了。在场有不少等着和陆家合作的人，此时失望地低下了头。不过好在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现场又瞬间热络了起来。唯一受伤的怕是只有秦凡和于念念，不需要我再出手。秦城把他们2个人给抓起来赶了出去。等人都散去之后，秦凡可有的受。从今天开始，他就不用再假装了，他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物。我回了陆家，父母和哥哥依旧像之前一样疼爱我。从那之后，我放弃了成家的打算。我觉得缘分这件事可遇不可求。曾经我自以为我遇到了此生所爱，可到头来却成了一个笑话。我现在只想好好的搞我的事业，我哥也愿意手把手的教我，所以这次和秦家的合作就由我来推进。我知道我哥的用意，这样的话，秦家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不会让秦凡好过。不然我一句话的事，秦家很快就会再次崩盘。可是这样的话，我和秦之尧见面的机会就多了。秦之尧理智心狠，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秦氏在他手中复苏。秦城认清现实，秦家成了秦之尧的囊中之物，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后签字结束之后，本该走出门外的秦之尧突然间回过头，明天晚上有空吗？我想约你吃个饭，不是想让你加班和你谈合作，只是作为朋友之间。我思索片刻，随后倒吸一口气，小秦总，你说这话很容易让我多想的。秦之尧抿着唇点点头，如果你要多想的话，也可以。我哥站在会议室敲了敲门，我妹妹以后都不可能和姓秦的交往，更不可能和姓秦的结婚。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冲着秦之尧眨了下眼。听到了吗？你没有机会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